大家好，我们在美股 ETF 系列中呢，主要介绍了买入并持有的策略，也就是 Buy and Hold。我们常见的是买入 VOO、QQQM、VT 等美股指数基金，并一直持有。那么如何卖出、怎样退休 FIRE 以及规划遗产呢？这一期我们来介绍一下买入、持有、借款、消费、身后传承，也就是 Buy, Borrow, Die 策略。这个策略呢，在美国本土投资者中呢，是一种经典的高净值人群税务规划框架。本期视频呢，主要就针对美国以及中国税收居民来介绍如何采用这一策略，能够更优雅的退休 FIRE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聊一下买借传承的核心框架。Buy, Borrow, Die 的核心框架呢，分成3部分。第一步呢，是买入并持有美国、爱尔兰或者是中国的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或者是全球指数 VT， 总金额呢要达到 FIRE 4%后就可以停止买入，也就是退休后年花费的25倍。举个例子，比如退休后计划年花费20万，那么就需要持有到20万乘以25倍，也就是500万。第二步呢，达到数字后呢，就可以进入 FIRE 状态。这一步呢，仍然一股不卖，利用证券质押贷款 SB Lock 每年借出账户总额的 4% 进行消费，一直到留下遗产。这一步呢，由于没有任何卖出行动，所以不会触发资本利得税。那么第3步呢，也就是去世以后呢，将 ETF 份额传承给您的后代，通过成本重置 Step Up in Basis 以及税务框架去避免遗产税。那么在详细介绍这个框架的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聊一下各国的税务居民身份。这个身份呢，对于买借传承的框架至关重要。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税务居民所面临的情况。截止到目前呢，中国内地没有开征全国性的遗产税，这也就意味着您的继承人，如果他也在中国的话，或者他们也在中国的话，在接收您海外资产的时候，中国税务层面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税负的，他们只需要处理资产所在国的税务问题。这也是进行海外资产传承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。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税务居民的情况。2024年的遗产税免税额高达1361万美元，夫妻2人呢合计超过2700万美元，因此大部分美国人完全可以直接采用买入美股 ETF 的方案，相当于遗产税是免掉的。那么对于非美国税务居民，也就是海外投资者是什么情况呢？持有美国资产，比如说 US Citrus SS， 比如美国公司的股票、美国 ETF、房产等，这些的遗产税免税额呢仅有6万美元，超过部分将面临最高 40% 的联邦遗产税。再来看一下非爱尔兰税务居民的情况。爱尔兰呢有资本取得税，也就是 CAT， 由继承人支付，但是呢通常情况下，如果遗赠人和继承人都不是爱尔兰居民，那么继承人接收这些 ETF 股份时也无需缴纳爱尔兰的 CAT， 这样一来呢，继承的税务成本几乎可以降为0。所以呢，如果您是美国税务居民买美股 ETF， 或者中国税务居民买 QDII 暂免资本利得税这个，那么整个框架呢都非常的丝滑。因此呢，我们重点讨论非美国税务居民买美股的操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下开户以及买入的过程。开户这一步呢就比较简单，主流呢就是盈透证券、嘉信理财、富达，记得填写 W8BN 表格，这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。这个表格呢用于声明您的非美国税务居民身份，可以豁免美国对您的资本利得税，并可能根据您所在国家与美国的税务协定降低股息税率，通常呢从 30% 降到 10%。
非美国税务居民，也就是海外投资者，买入是选择下面表格中的爱尔兰 ETF， 通过购买在爱尔兰注册的 UCITS ETF 来投资美股。法律原理呢是，当您购买一只爱尔兰注册的追踪标普500的 UCITS ETF， 例如 VUSA 或者是 CSPX， 这个时候呢，从法律上讲，你持有的资产是一家爱尔兰公司，也就是这个 ETF 的股份，而不是一堆美国公司的股票，因此这笔资产不属于美国境内资产。那么如何识别爱尔兰 ETF 呢？首先我们可以看名称，如果名称中带有 UCITS 字样的，通常就是欧洲大部分情况下是爱尔兰注册的。然后呢，可以看 RSIM 代码，在 ETF 的详细信息里可以找到这个国际证券识别码，以 IE 开头的代表是爱尔兰注册的 Ireland， 以 US 开头的则是美国注册的。还可以看券商信息，很多券商呢会直接标明 ETF 的注册地。那么我们买入以及持有的投资方式又是怎么样呢？首先可以选择定投，也就是 dollar cost average， 这个呢适合有持续现金流，比如工资收入的这些投资者。定期定额买入可以平滑成本，避免在市场高点一次性投入过多。其次呢，也可以一把梭哈 lump sum， 这个呢适合已有一笔存量资金的投资者。学术研究表明呢，从长期概率看，一次性投入的期望回报通常高于定投，因为它让资金更早的完全进入市场并享受增长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借款消费，也就是 borrow 这一部分。当您的投资组合达到一定规模后，比如说达到了上述的500万，那么可以启动借款这一步。这一步的核心呢是使用证券质押贷款，也就是 Securities Based Line of Credit SBLOC。 那么这一步具体如何操作呢？也就是说，您持有的 ETF 份额就是您的资产，券商呢可以把这些资产作为抵押品，为您提供一个信贷额度，您可以随时从这个额度中每年借钱 4% 用于日常消费。那么这么操作的优势有哪些呢？第一呢，可以避免卖出，由于您没有卖出任何 ETF 份额，因此不会触发资本利得税，这也就是整个策略的关键一环。其次呢是利率较低， SBLOC 的利率通常很有竞争力，一般是某个基准利率，比如 SOFR 加上一个利差，通常比信用卡个人无抵押贷款的利率要低得多。当然了，它也有它的风险，比如说呢可能会有margin call， 也就是追加保证金的通知。如果市场大跌呢，你投资组合的价值缩水，导致您的贷款价值比 loan to value 超过了券商的警戒线，通常是50%到70%。这个时候呢，券商就会要求您追加保证金，也就是要存入更多的现金或证券，或者是强行卖出您的部分持仓来偿还贷款。这也是这个策略最大的风险。因此呢，借贷金额必须非常保守。菲尔法则提到的不超过总资产 4% 的年度提款率这个也就是一种风控参考。那么是如何进行还款呢？在 Buy Borrow Die 策略中呢，许多高净值人士选择呢仅仅支付利息而不偿还本金，直到去世。这个时候呢，贷款呢通过遗产处理，继承人可以选择出售部分 ETF 资产以偿还 SBLOC 本金和未付利息。券商呢通常要求遗产账户在转移前清偿贷款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传承与遗产税规划这一部分。首先呢，非美国税务居民，也就是海外投资者选择爱尔兰 ETF 的主要优势呢，就在于下面几点。第一呢，就是
无遗产税风险。对于呢非爱尔兰居民持有爱尔兰注册的 ETF， 在法律上不被视为持有美国资产，因此完全豁免了美国的遗产税。第二个优势呢，就是它有税务优势。根据美爱税务协定呢，爱尔兰 ETF 在收取美国公司股息时呢，预扣税率为 15%， 优于很多其他国家地区的 30%。同时，这些 ETF 内部的收益分配机制呢，通常是累计型，这也可以避免投资者个人层面的股息再投资税务问题。同时呢，由于卖出呢不会产生资本利得税。那么在去世以后呢，将 ETF 份额传承给后代，后代同样可以享受成本重置，也就是 step up in basis 的待遇。这一点呢，具体取决于继承人所在国的法律。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继承资产的成本价将是您去世当日的市场价。如果他们立即卖出呢，也不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图表呢，来看一下这个最优的路径和错误路径的比较。那么在投资方面呢，税务成本高昂的错误路径呢，就是通过券商直接购买美国注册的 ETF。那么优化的最优路径呢，也就是说税务成本非常低的最优路径呢，也就是说中国居民呢可以通过券商购买爱尔兰注册的 UCITS ETF。然后呢，这个资产性质呢，在错误路径方面呢，它就是法律上呢就表示你持有美国境内资产。那么对于最优路径来讲呢，你法律上持有的是爱尔兰境内资产。然后如果不幸去世以后呢，对于错误路径的这一方面来说呢，资产呢将被美国 IRS 锁定，必须先申报并缴纳美国遗产税，而且免税额仅有6万美元，税率呢高达 40%。而对于选择最优路径的人来说呢，资产完全不受美国遗产税法管辖。那么在继承的流程方面呢，如果选择是错误路径的话，继承人呢需要聘请美国律师和会计师向 IRS 提交复杂的这个税表，缴清税款后呢，才能解锁并继承遗产。而如果你选择的是最优路径的话呢，继承人只需要根据券商的要求提供传承证明文件和继承权文件，办理账户和资产的过户，无需与美国或爱尔兰税务局打交道。那么最终的结果呢，差别也是很大。如果选择的是错误路径呢，资产价值将大幅缩水，流程漫长而且昂贵。那么如果选择的是最优路径呢，资产几乎没有损失的，可以传承给下一代，流程呢也相对简单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海外投资者的优化版，也就是买借传承的策略。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开户，在 IBKR 或者嘉信理财等国际券商开户，填好 W8BN 表。第二步呢，就是买入，不要买 VOOVT，根据您的投资目标呢，买入对应的爱尔兰注册 ETF， 比如 VWCE 或者是 CSPX-VUAA，一个是投全球的，一个是投美国呢，坚持长期持有。第三步呢，也就是借款。当资产规模足够大的时候，通过券商的证券质押贷款功能呢，以非常保守的比例，比如每年不超过总资产的 4% 来借款进行消费，避免卖出股票产生资本利得税。第四步呢，也就是传承，将持有的爱尔兰 ETF 传承给后代。由于不是美国资产呢，就不需要缴纳美国遗产税，后代继承后呢，可以继续这个策略传承下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声明一下这些信息呢，仅仅是作为呢对于公开资料的分析和科普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税务建议。好啦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关注、点赞并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